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们今天又为大家带来了两位老朋友啊，一位是貌美如花，一位是睿智如雅。大家看到底哪个属于哪个？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胖的快成熊的一个，还是这两个都包含了。两个的，我觉得我一个人可能顶你们两个人之和，体重上来说。刚才那两个形容词都放自己身上，对，都形容到一个人身上，对，都不合适，挺合适的。对对对，我们今天还是聊伊朗话题，因为其实就是伊朗战争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已经10几天的时间了。其实最近有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有关联性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几天前的时候，伊朗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大概1天之内炸了3艘船，然后又在这个伊拉克的巴士拉的海域炸了2艘船，然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就基本处于断航的阶段。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不解决的话，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就是昨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一条消息，就是美国把海军陆战队从亚太地区要调往中东地区，同时伴随的还有迪利波利号2栖攻击舰和2艘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这明显的就是在为登陆作战做准备。那第三个话题就是更大一点，其实我想和张教授和扶摇讨论，就是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何种方式结束。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聊起，就是说，首先它对全球经济是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对，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全球20%的原油供应都是从这边走的嘛，因为整个海湾国家就是一个产油区，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船都从霍尔木兹海峡那边过去。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它这个战争一下子就是造成这个原油的价格从过去65美元一桶，然后嘣一下会涨到100多美元一桶，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不光是这个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这个就是对于整个股市什么之类的这种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多的就是它有可能会带来美国通胀的上升。川普因为他在国情咨文的时候，他一直在讲他把油价打下来了，但是现在油价在上去，然后如果通胀要上去的话，那就必须得维持一个高的利率，维持高利率的话，就是会让美国的经济可能陷入衰退。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说的话，他的中期选举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有个问题，就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这个状况，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他想看到的局面，还是他不想看到的局面？这个我之前看到有很多报道说，中共那边其实他早就和伊朗那边有一些地下的管道去输送这些天然气，就不是说光是输送石油。然后中国那边其实在过去1年一直在储备了大概有180天的一个储备量，然后完全是可以不受影响。但这可能是中共的宣传。但是就是说山东那边啊，好像是有很多的茶壶的炼油厂，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对这了不了解？我非常熟悉，我就是我胜利油田出来的，就是整个在这个滨州和东营地区有大量的地炼，就是所谓地炼，就是这种小型的炼油厂，就他们的原油很多都是从什么安哥拉、委内瑞拉、伊朗进来的，然后炼完了以后，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背后的勾当，但是当地的经济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从伊朗来的原油的。对，就是说胜利油田把这垄断了之后，剩下一些小的这些作坊就去和伊朗那边低价去购买它的石油，所以其实这些茶壶炼油坊也是存了很多的石油。中国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储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目前一个比较真实情况，所以目前来看，中国那边可能受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但如果长期下去的话，我觉得伊朗那边它不光是就是说衍射到中国这边，其实它的一个很大目的，我觉得它就是在拖到川普这边，你中期选举，你的油价就是一直跌不下去，然后让你这边出现一些动荡，你中期选举就失败了。我觉得伊朗是有这样的一个算计的。是这样的，其实我有看到过不同的分析啊，有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因为中共大量原油是来自于伊朗，所以伊朗这边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断油，他自己也会受影响，会对中共有影响。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伊朗和中共是有默契的，就是说我之前有看到消息啊，无法证实或者证伪，就是说伊朗给中共的这个船只就是可以开绿灯。就是说，你如果我们达成一种默契，你的船只是可以经过的，并且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伊朗要求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用人民币去结算石油。对，今天早上看到是确实有这么回事。对，但是这个很难去操作，你怎么去保证他用人民币去结算石油？但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伊朗和中共它内部是有很多交易，这从侧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其实在过去一定的时间内，其实给了伊朗相当大的帮助，所以伊朗才愿意这样去回报中共。所以目前看起来，而且从这个战略角度上来讲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局面拖得越长，或者是伊朗的战局拖得越长，中共是愿意看到的。
就像乌克兰一样，因为它可以分散美国在全世界的注意力，对你的军事的、你的政治的、你的经济的，全在这个中东地区。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因为石油危机，美国刚刚开放了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对不对？这就是因为美国目前要解决伊朗问题，所以他必须放松其他地方的问题，放松俄罗斯的问题，放松中共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共他是乐于见到这个局势去延长的。对，说的是。但这种东西我觉得不可能长久。川普，我认为他肯定是希望能够在3月底或者4月初之前把这个战争结束。实际上，未经国会授权，川普最多只有60天的时间可以动用军队，然后撤军的话也还可以再有30天的宽限期，一共只有90天的时间。无论如何，川普得把这个事情得做完。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派那个海军陆战队2500人去，他可能就是夺岛，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岛上，比如说架设那些防空系统，然后包括比如说那些对伊朗的这无人机监视啊什么。我觉得现在美国昨天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总是觉得这2天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事情发生，就是贝森特在接受那个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全球直播嘛，突然之间他的助手来了之后说，总统要你去战情室，他当时中断采访，然后呢过了2个小时回来之后，当时我是觉得贝森特有点表情僵硬，然后讲话有点抖。你有看他那当时采访的那个镜头？但他说话抖，这个其实有点常见呢，我觉得是吧？对，他说话抖是常见，但是我感觉好像他有点紧张，感觉好像是，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要把直播中断，就是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油价方面有一些大的问题，因为今天我看到很多的这种部署，就是川普已经是准备去把这个哈尔戈岛给夺下来。如果说把这边控制下来的话，那可能石油就被迫中断了。可能现在还有一些油船在走，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军事部署，是不是就可能会完全中断？哈尔戈岛主要是那个伊朗自己的，就是90%的原油是那炼制，但是我觉得他夺那个岛之后的话，像沙烏地阿拉伯呀，像巴林呢，就这些其他别的科威特海湾国家的话，那个油还是可以过去的。现在主要是伊朗这块儿。对，主要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就是说，美国目前海军陆战队在陆上，它是从亚太地区过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它这个叫海军远征单元，海军陆战队远征单元有7个部队，它其实是一个团一级或者旅一级的部队。3个西海岸，3个东海岸，另外一个驻扎在冲绳，就是第31。那目前从派到中东就是从冲绳过来这个部队，它是目前搭配的是第7舰队的这个迪利波利号2栖这个戒备群，所以它过来其实需要10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么一算，10天时间就已经到快3月底。然后它这个战斗队大概是2500人，所以它人数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它可以进行夺岛，但是你像到地面战其实是不太可能。夺岛的话，一个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你看那个地图，霍尔木兹海峡其实非常窄，对，它30公里宽，然后它的航道是大概是6海里，也就是9公里左右，就是2海里进，2海里出，中间2海里缓冲。然后在这个航道上面一点就是伊朗的几个岛，包括霍尔木兹岛，包括一个拉拉克岛，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大岛。然后在霍尔木兹航道的西边还有2个小岛，叫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然后在波斯湾的正中间还有一个伊朗的这个岛。其实这3个岛屿和阿联酋它是有这个主权争议的，但它们距离阿联酋很近，到迪拜80公里，到阿联酋大概60公里，所以这些岛屿就是说，上面有机场，你看卫星图像看得很清楚，上面有机场、有港口，甚至有雷达站，你甚至可以发射反舰导弹。所以对美国来说，就是我要把这几个小岛控制下来，大概5、6个岛控制下来，我就能够去，第一就是说不让伊朗利用这些岛去监视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发动进攻；第二，我可以作为一个屏障，在上面部署这个防空武器也好，或者其他的监视武器也好，提供保护。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可能目标。第二个可能目标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哈尔戈岛或者哈尔克岛，它是伊朗石油输出的一个重点。那美国如果夺取这里的话，主要目的是掐断伊朗的这个经济命脉。对，而且这儿大概是90%都是向中国的，是个输给中国的。它是90%原油是炼制的，我不太知道它是不是输给中国的。它如果这边如果切断的话，如果说它可以直接就把中国这边也给截断了，其实它是一举好几得了。对，但是你刚才子定说到，就是说有很多的部署2500的士兵准备要到中东去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这些士兵在船上应该要补充一下身体，比如说要吃一点玄宝黑参，就是说这样你们马上就有道理啊，有点猝不及防。我还想说这是牛排还是龙虾，然后因为真的是太辛苦了，作战太辛苦了，然后可能真的是拼命的。因为他们从亚洲来的，这个玄宝黑参也是产自也是韩国，对，他们是从日本那边去，就是
部署过去的，对对对所以说应该吃这个也不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然后玄宝黑参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整个的黑参呢是非常的饱满。然后可以看到这么粗，因为我之前听说，做黑参、做人参，你去蒸、去煮晒的话，它很容易就把这些根须给弄断了。所以说非常精细的制作才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然后呢，黑参还有口服液，口服液是我一般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然后时不时的就会喝上一包，因为有的时候天气冷，现在不是还冬天嘛，天气冷就会加点热水，然后就像喝一杯茶或者说一杯饮料的感觉。然后黑参是经常放在包里，因为你是随吃，然后就是从包里直接拿出来随吃即开即食，所以说是比较方便的，也不会说过期。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就好。所以说这些海军陆战队的这些特种兵，我觉得一天可能吃1根也差不多。这个我们应该跟总统说一下，让川普作为订购一下，对，我们可以直接就变成这种什么军工商的感觉。所以说，这个黑参是经过就是9蒸9晒，对，之后非常它那个人参，因为它长出来之后是白的嘛，然后它一蒸一晒之后，它颜色就深一度，深一度。然后呢，到了9蒸9晒之后的话，才能够变成这种纯黑的这种黑参。它是能去掉这个就深的那种吃了上火燥火性，对，它能够把这个燥火性去掉。我就是挺爱上火，但我吃这还行，我感觉。所以说，给士兵也推荐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购买的话，可以使用我们的优惠码，屏幕上的优惠码，大家可以在点击订阅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折扣码，这样子就可以。500块钱会赠1根黑参，然后会全球免邮费，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 deal。对，我们继续来说伊朗吧。对，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夺岛战役，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其实至少这个所谓夺岛战役已经在美国的计划中，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我不认为美国会遇到太多的抵抗。因为这些岛屿其实距离伊朗本土，它虽然不是太远，但是伊朗现在已经没有制海和制空权，它没法进行支援和补给。它的地形怎么样？就是说它有那种很多山洞啊什么。这几个小岛没有，没有是吧？这几个小岛，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大岛，那很容易，我觉得。你是担心像2战什么硫磺岛或者对那个是很惨，对，当时美国当时他们抵抗了半年的时间，硫磺岛是对，但是对手也不一样。当时做过一个轮回转世故事，还有一个人说自己前世就是硫磺岛战役这个当时坠机的一个人。对，但当时战况确实是很惨，但是美国在伊朗，他可能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对，在这些小岛上，它可能通过这个机降，就是直升机或者鱼鹰飞机，就可以快速的机降去夺取。因为包括哈尔克岛其实算是一个军事重镇，上面有这个已经被炸平了，是炸平了。它那个哈尔克岛就是说，它外国开源的情报非常发达，他们哈尔克岛做了一个非常详细地图，就是上面的防空炮的位置。阵地的位置都标了一清二楚，你知道吗？我昨天看那个就是有一个视频的解说，说现在美国完全是用 AI 来，就是从搜集数据到整合制定作战计划，他就是拿那个鼠标把一个东西拖到某一个任务栏里边，完了之后的话，他就点一下真的是像电子游戏一样，真的跟电子游戏一样，然后就执行了。过去可能要几天几个小时，大家很多人在那商量的事情，他现在一个人就做决定，之后拖过之后就执行。其实我想到前两天白宫在推特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它就是结合了这种实战的影像和这种电子游戏的视频，然后就是你扔一个球，然后打到哪儿，然后就棒，然后出来的画面就是伊朗这个被炸的这个画面，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挺写实的，有可能他们在去操作的时候，就真的是像这种电子游戏的感觉一样。所以你会现在看这次美国跟伊朗打，伊朗真的是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昨天我看到那个《国会山报》的那个报道，说这次中共真是丢了大人了，就是说为什么丢？就是伊朗在伊朗、巴基斯坦和那个就是委内瑞拉3个地方，说美国去进攻的时候的话，中共的防空系统就没有都无效的。对，说委内瑞拉当时中共做了那套防空系统嘛，结果说专门是什么侦察 F-22、F-35这种战斗机，对，他吹得很厉害。结果说美国派了150架飞机，中共1架都没看见。对，之前还有路透社报道说，中共那边是有50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给伊朗，是真的吗？它有一个20年4000亿美元的投资，它就是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习近平跟
那个哈梅内伊签了一个战略合作经济上计划，现在这一方已经不在了。对，以及一方你提的那个是不是就军事装备的那个几十亿的那个50亿好像是，就是说全都是投在里边，就全都白玩。红旗飞弹那个东西有待考证，因为我有查不到文章，查不到文。一是它是从去年12日战争之后，伊朗开始想向中共买武器，但是你知道武器交付是需要时间的，你光合同签订吧。因为这武器很复杂，你武器买什么配件是什么样，什么时间交，合同签订都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武器再生产。就像你现在下单，你说台湾现在下单美国我要买爱国者，你看你几年后能拿到？对，所以就是说那个消息它就算属实的话，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中可能也没有用到。但是不管怎么说，伊朗其实使用大量的这个中共和俄罗斯的武器，委内瑞拉也是，然后在美国面前基本是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从军事角度上讲，美国确实很成功，但是还是回到伊朗这个话题，就是有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网上争论的一派。当然一方认为美国这取得了绝对优势，另外一方可能认为就是说，哎，美国虽然军事上是不错，但是好像政治和外交上陷入了一个困境，可能会陷入一个所谓的越战或者阿富汗的这个类似的一个进程中。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我觉得美国现在有3个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的话，就是440公斤的那个浓缩铀必须得找到。你只要找不到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将来还是拿它把核武器做出来。对这个事情如果不做的话，川普永远都不可能宣称自己是完全胜利了。对，完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政权更迭的问题，因为现在毕竟是小哈梅内伊在上面，绝对不可能说让他们继续掌权，所以政权更迭这个事情也必须完成。川普好像是昨天一大早还是前天一大早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这个如果我不把这个工作做完的话，可能你们未来还会有一个 weak and pathetic 那个 就是指的说有可能像拜登一样又软弱然后又可悲的这么一个人，说那到时候我们不想每2年再回来干这么一次，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第2个必须要解决。第3个必须要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打开。所以对于川普来说，我觉得他的时间是很紧的。他如果拖过了60天之后的话，国会一定会撤走。对，现在包括我看好像有一个共和党的议员也不同意他这样的做法。其实昨天看到那个说消息，这个已经是一个完全公开的消息了，就是说那个 J.D. Vance 副总统的话，他不同意川普这样的军事行动嘛？包括其实 J.D. Vance 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他也不太同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共和党内部的话，有一些在我看来是属于极右翼的人，他们也不愿意就是这种干涉。哎，前2天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有一个消息说，那个川普在80年代的时候接受访问，他就说，他如果我要是打伊朗的话，我要去占哈尔戈岛。是吗？那个时候他就知道。83年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那个事情。那看来这次真的是可能打哈尔戈岛。对，我觉得他是对这一次的话，他说哈尔戈岛的炼油设施，他说我不想把它就是wipe out，就把它毁掉，因为对全球的这个油价会有很大影响。对，但是他说我随时可能会改主意，就是。之前能源部长赖特是说3月底可能会有一些美国的军舰会护送一些商船，这个有可能，我觉得护航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占几个岛，然后护航把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但是护航其实现在不能护航，因为现在是有相当大的风险，它需要把就是岸边的这些东西全部清除掉，然后占几个岛，建立一定的这个屏障之后，它才能。所以有一段时间，所以3月底是一个可行的时间线。但是回到刚才张教授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政权更迭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非常。如果无法在60天内完成，会怎么样？川普会不会选择停战，或者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或者有没有可能60天内我们无法看到伊朗政权更迭？我们是不是对川普寄予了太多的厚望啊？就是说，大家都是觉得川普就是冲着政权去的，但是川普真的是这样的一种设想吗？还是说川普这边和内塔尼亚胡2个人其实对于这种战争的这种出发点是有分歧的？比如说内塔尼亚胡他可能是有这种宗教的因素，他就一定要把这个政权给更迭，但是川普这边呢，我觉得他是有点飘忽不定。最近他又说47年了，这个政权一直在残害人民，我又是第47届总统，所以说我把他推翻了，这我莫大荣幸。这个听起来就是感觉他又是有这种信心可以把这政权更迭，但从之前的那种感觉来看，他好像就是针对这个核设施、这个核威慑，然后包括有很多情报显示伊朗那边可能对美国发动攻击，所以他才先下手为强。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2个人确实从一开始的这个想法就不太一样。
我觉得川普一定要把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问题解决。就是如果假如说美国现在撤军的话，这个我觉得等于是你的敌人没打服，反而仇恨变得更大了。我觉得伊朗革命卫队，其实我觉得现在小哈梅尼很有可能是被那个伊朗革命卫队控制的，有傀儡，对，他是个傀儡。完全是用它来煽动仇恨。那个昨天以色列那个摩萨德有一个推文，他说他已经死了。然后川普说他以某种形式还活着。什么叫某种形式还活着？插管就是估计就是在薛定谔的猫。对，就是在呼吸机上，有点像中共元老的感觉。对，年纪轻轻就变成元老。然后，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川普在等待，就是说，一个时机，然后要找到这个小哈梅内伊，把他给干掉。我觉得现在这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最优先的工作，找到他，然后把他干掉。干掉以后的话，我觉得其实新上来那个人的话，也不见得能够控制革命卫队。所以革命卫队得像一般的珍珠党一样，一层一层的把他们的指挥链给他们切断。之后的话，至于说谁上台，是现在的伊朗总统还是以前鲁哈尼，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说可能不是很在意了。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时间。就是说，这个对于川普来说，可能只剩下50天或者40多天的时间，能不能在这个时间框架内达成这一点？如果时间框架内达不成这一点，川普政府还有什么选择和退路呢？他不是之前说要派出一个特殊的科学家小组，又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去找到这些440公斤的核浓缩铀嘛？然后把这个问题如果说解决了的话，可以快速抽身。然后控制这个油价这一边，就是说油的这个运输这块，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然后其他的，如果交给以色列这边让他去断后的话，我觉得也不失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也就是我总结一下，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说彻底推翻政权，这是皆大欢喜，一劳永逸；第二种可能就是张教授提的3点，我们3点无法全部实现，我们实现2点。把浓缩铀拿到手，霍尔木兹海峡控制住，这些可能是在60天的框架内能够完成的。对，政权更迭这个事情60天内完不成，交给以色列，对，所以这是2个可行的方案。对，那除了这个可能性，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政权更迭如果完不成，我和现任的伊朗政权达成某种协议或者停火呢？现在伊朗关键没有人说了算，你会发现革命卫队说了算。对，但是革命卫队的话，他们的其实你会发现，革命卫队他们就是跟美国打得越厉害的话，他们越是说能够拿到资源。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的话，这是利益。所以我觉得不知道美国能不能开出一个什么条件给他们更大的利益，但是说要求他们，比如说流亡到海外去，不要在这儿继续捣乱。前2天是说革命卫队的这个他的头目的家人全都被干掉了，是不是？好像有这样的消息。反正是挺惨的。如果说他这种一个就是说非常严格的这种指挥链下去，他的头目已经不在了的话，你觉得革命卫队他的这个整个的靠系统去运作的可能性会很大吗？就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不断的接收到正和反的消息，所以我也在思考。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这个材料或者是机械学中有一个词叫做屈服极限，叫屈服强度，就是你这个材料。你可以不断的拉伸它的应力和应变是呈线性关系的，到屈服强度为止。屈服强度之后，它会迅速变成塑性变形。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回不去了。塑性变形之后很快就是断裂。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弹性变形阶段还没到这个屈服强度，但是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可能离这个屈服强度屈服极限已经很近了。我们再使一点力，它可能就啪的进入塑性变形。再使一点力，啪，它就断裂。但问题是，当我们在这个弹性变现，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放弃，如果川普政府放弃，前功尽弃，它就回去了，绝对不可以，全部尽弃，全就回去。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可能就会成功。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节点，是谁都不知道它到什么程度，再往前还要多远，对吧？对，再往前还要多远？再往前的代价是什么？就因为现在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有代价。对于美国来说，我经济上有代价，我政治上有代价，对不对？我国际声誉上也有代价。他们说这个伊朗其实和就是阿富汗不太一样，阿富汗基本上来说是一个部落联盟，就是它互相之间是互不同属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分裂的散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伊朗呢，就是波斯帝国长期以来它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中央这块能够搞定的话，底下的话很快就会跟上。就像是比如说是清朝人满清入关了，那满清八旗贵胄八旗子弟一共就6万男丁嘛，但是他可以统治几千万的汉人，就是你只要把中央政府这块搞定了之后的话，它底下的各个行省自然就会跟排。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伊朗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的话，那么川普真的能够去控制他的中央政府，或者是就是设立一个傀儡去控制他的话，
还是有可能。毕竟现在其实伊朗的神权政权这些人都是来自于阿塞拜疆，他们并不是波斯人，所以你要是能够放一个波斯人在那儿，哈列维王储，对，巴列维王储，哎，我不知道，就是说你放一个就是大家能够认可的人呢，也可能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可以让这个政权逐渐的稳定下来。对，如果说这样的话，就符合预言了。预言怎么说的？不是一个女人吗？对，一个女子会出现，但现在有2个女子出现，一个是巴列维的王储的女儿也出现了，她大概是中年，然后还有一个是伊朗所谓过渡政府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主席，也是一个女子，这个是一个上年岁的吧，大概这个预言是怎么说的？具体预言就是这是帕克说的，就是到时候这个女子出现，她会和王储在一起还是怎么样？2个人一起带着，就是说伊朗在复兴波斯。对，所以 maybe 可以按照这种比较好的乐观的方向去发展。另外，我觉得刚才子定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基于一个你的判断，就是说你觉得其实美国并没有做出一个100%的把握去打这个仗？是这样的，我认为在打之前。无论川普也好，内塔尼亚胡，他们都想的目标都是要颠覆政权，或者是改变伊朗的局势。你觉得川普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吗？我认为川普一开始就这么想，不然不会把哈梅内伊第1个小时就干掉。他们认为基于委内瑞拉和之前的经验，认为哈梅内伊死掉之后，后面的局势会变化的会很快。认为从军事行动上讲，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美国计划之中的。美国计划并没有失误，每个军事行动都成功了，哈梅内伊除掉了，对吧？50多个高级将领除掉了，然后所有的基本上空军没了，海军没了，防空武器没了，重要军事基地全都没了。军事上讲，美国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但是在军事目标之上还有一个政治目标，就是颠覆政权。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量化，或者是去在战前去很好的去策划。我认为就这里面它有一定的这个活动空间，而这个活动的空间变化的局势是之前川普政府没有料想到的。对，我是想说一下，我跟子丁可能稍微有点不同的，就是说，我觉得川普呢，他最开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他是想把哈梅内伊给干掉，而且他也干掉了，但他并不觉得把哈梅内伊干掉就代表整个伊朗的所谓神权政府就垮塌了，因为他这个跟着委内瑞拉马杜罗还不一样，那个是就真的是一个大家都是很反他的，可是他这个是一个整个神权政府，而且他的贝特是有44000多人一直在去控制这整个就是巨大的伊朗，所以他的这种掌控的这种力度跟委内瑞拉那种很脆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并不完全认为说川普可能一开始就觉得我干掉哈梅内伊就是等于推翻了政权，可能还不完全等于。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委内瑞拉和伊朗最大的不同就是委内瑞拉是一个世俗政权，所以说它并没有那种狂热的意识形态，对，能够把这个就是这一群人给团结起来。但是伊朗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是非常不一样，它的那个就是神权这个体系的话还是相当牢固。上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就是那个叫专家委员会选举那个。不是说以色列把他们给炸了，但是看起来可能没有88个人，至少没有都炸死，所以他们现在，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说他们又选举出了小哈梅内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宗教的力量还是在伊朗还是挺强大的。对，那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就是我是觉得伊朗未来如果真的想走上真正和平繁荣，跟中东其他别的国家能够相处的话，他得需要对宗教不要那么狂热，就是我们可以说把它变更世俗化一些的话，可能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了，因为这个宗教跟他的文化、生活方式什么之类的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是觉得川普他可能想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昨天你看到是那个战争部长吧，那个赫克塞斯愤怒的说是不是那个白宫的发言人那个莱维特，对莱维特。他说，那个主流的媒体一直在说我们没有想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他说这完全是胡扯。他说我们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跟他们说过很多遍了。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相信他肯定是想到过，但是他没有想到过这个宗教带来的这种韧性，这个政治方面的这种抵抗的韧性，我觉得他是没想到。对，这也是基于就是我看川普他那种表态，就是最开始的话，他就是说我们干掉了这个哈梅内伊，然后逐渐的，直到昨天他才说，我作为47年总统，终结这个47年政权，对我来说是莫大荣幸。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递进，所以我在
就是说反思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不是一开始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他就是冲着这个政权去的。对，他可能希望，比如像委内瑞拉一样，就是一下子，这个哈梅内伊死了之后的话，马上2号人物跟他合作，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那是比较理想化的。对，这是比较理想化的。对，但目前看起来事与愿违。那么接下来就有问题，大家觉得这场战争会打多久？战争，你是战争专家，你应该最有想法，是不是？就是说，从目前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到极限，或者离这个极限差多久。但是我目前看起来，美国政府走到现在这一步，它没有后退的空间。就是说，对于，因为它如果和就像很多人说的川普塔口，或者是川普所谓撤军的话，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你霍尔木兹海峡的你的安全能不能？你虽然一时就短时间能保障，但是你这个政权不推翻的话，它以此作为要挟，它后患无穷。这个东西，并且你对国际声望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经历这场战争，很多中东国家都遭受了战火的波及，而你伊朗政权依然还在的话，那你在地区的话语权自然就会下降，人家会觉得你美国对你没有起到保护我们的作用，我们拖入了战火，最后伊朗还在那儿，那以后我是各和伊朗来往呢，还是和你来往？你的美军基地怎么用？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他如果他口或者说如果放弃撤军的话，他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现在美国政府来说，别的不要想了，就是在未来的60天内，或者是90天内，有多少时间用多少时间，尽力的去军事上、政治上和以色列合作，去达到自己战前设定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对，我也是这样想。感觉好像都不太乐观呢，是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政权现在确实掌握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牢靠，特别是就是革命卫队，它有自己的这个暴力机关，有包括下面的巴斯基政权，而且在伊朗政权内部，我们一是没有看到愿意站出来和美国合作的人，二是内部没有像叙利亚当时有很多的反对派，或者阿富汗天生的就是有很多的反对派，像马苏德。对吧？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所谓的反对派、反对武装或者地区割据势力站出来，所以这2大信号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自然会对此有疑问。那对于川普来说，目前就是说给革命卫队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然后根除那些强硬派，清除他们强硬派，直到出现一个相对温和的人掌握权力和他可以和美国合作为止。这是一个我觉得美国政府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一个，不然的话你就要想办法从外部推翻这个政权。而它的代价往往是很大的，所以现在他和内塔尼亚胡不是一直在鼓励伊朗人要再次上街，就是说你从内部去把它推翻掉，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算是和平演变吧。如果说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个油价的问题先稳住，然后有一些美军可能去护航，另外就是说，像刚才提到这个核燃料的问题，把它给解决掉。然后他可以稳步的撤军，再去不断的给以色列有一些军事支援的话，就让内塔尼亚胡去打这场仗，我觉得也是 OK 的。maybe 这样也是可以给他得回来一个比较好的话语权。他也可以说，我们战争其实已经打赢了，我们最初的目标就不是政权，就是这个核燃料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解决了，我们美国人不再有任何核威胁。因为这2天，前众议院的议长金里奇他是在采访的时候就是说，其实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一个核威胁。之前就是伊朗那边一直在喊着要对美国这边有一些核威慑，而且他也真的是在努力去做这种准备。但如果说这样的情报慢慢的陆续的被披露出来的话，可能对川普其实是有利的。他可以说，我可以把这个核威胁解决掉，我其实也是在为美国人着想。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显得那么的悲观，这样对他的中期选举可能影响会，应该说这样的影响比较小一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结局，就是说如果60天内我们看不到这个伊朗政权更迭的，那看起来不像是塔口的感觉。就像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川普撤军之后，伊朗陷入一个乱局，就像阿富汗或者像就是我也不知道其他别的国家曾经出现过那样的乱局的话，对川普来说是很难看的事情。他可以把哈梅内伊的，就是目前的这个小哈梅内伊穆杰塔巴也给，就是说彻底的消灭掉，让他看到这整个怎么说呢，他的威力。革命卫队可能也会看到他也不是在就是说跟你闹着玩的，像
之前卢比奥就说，就是美国做什么你得听，就是他真的是有这种就是说威慑力可以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他的威慑力可能会比现在会大一点。现在大家可能就觉得哦，你一次攻击你就把哈梅内伊干掉了，但是你还有一些后续的，你还得去不断的去解决。但你如果把这个整个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人就是说对你有那么大仇恨了。比如说穆杰塔巴，他会觉得你把我父亲干死了，你把我太太干死了，你把我这个妹夫都给干死了，他可能会有很大仇恨。可是其他的人，他可能不像他自己有这么大的仇恨，他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他不可能被塑造成一个去反对美国的英雄，或者说是一个强人，他就凝聚不起来那样的一种凝聚力来对抗美国。如果这样的情势之下，可能对于美国来说会更好去跟他做一些这种交涉，或者说是谈判。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伊朗革命卫队推穆杰塔巴的原因，因为他本身他是继承了父亲，他有一定的号召力和象征，所以对于美国来说，那下一步就是要清除穆杰塔巴，对，清除掉他之后换上来的人，我们再看。对，可能这样好一点。观众朋友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对，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战争还在持续当中，大家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大家都可以说说看。对，因为现在伊朗战争进行了10几天，有很多看似确定，也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那确定的事情，我们知道是美国要解决这个霍梅内伊的问题，也派出了海军陆战队。那不确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穆杰塔巴最后下场会是什么样？这样战争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川普最终会不会停战塔沟，还是最终会赢得这场战争的完全胜利，推翻伊朗政权呢？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留言，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拜。